北戴河会议期间，高层传出重磅信号，习近平的亲信位居副国级的马兴瑞被曝从核心岗位调往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仕途急动。更猛的是，他的妻子荣丽被中纪委调查，涉嫌以彭丽媛闺蜜名义敛财，并转移巨额资金到加拿大。这曾被视为免死金牌的关系，如今可能完全失效。同一时间，北京陷入罕见的紧张。9月3号的大阅兵还没开场，全城已经进入晋升模式。从天安门到社区门口，从桥梁到出租车后座，巡逻、监控、封口令无处不在。可就在高压之下，街头电线杆上却贴出了冲破沉默的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这6个字直接戳破了恐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根据独立时评人蔡胜坤8月13号在社交平台 X 爆料，另有任用的马兴瑞已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上班，何时官宣还要等待，因为马兴瑞还在配合中纪委对他妻子的调查。至于能不能过关，现在还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马兴瑞的仕途基本上结束了。如果他老婆的事能够撇清，还有可能当一届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种种迹象显示，马兴瑞很难撇清，那么就只能步陈全国的后尘，等到中共21大打包回家。马兴瑞是在7月1号被官宣免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常委、委员等职务，另有任用的，由被视为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笔杆子的陈小江接任。当时外界已经猜测，中途卸任新疆书记对他而言绝非好兆头。有海外媒体和自媒体引述消息称，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在他被免职前20多天就已经被中纪委驻中共中央办公厅纪检组带走调查，原因是涉嫌打着彭丽媛闺蜜的名义四处敛财，并将70多亿元人民币转移到加拿大女儿女婿的账户。马兴瑞与彭丽媛同为山东运城人，两家为世交，这层关系曾被认为是他的免死金牌。但是近年来，航天科技集团腐败案持续延烧，涉案层级高、范围广，令相关人物难以全身而退。那再加上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传闻四起，这意味着即便与最高层关系密切的政治资源，也可能在特定时刻失效。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那么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您要去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那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请大家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
与此同时，北京的街头巷尾进入了一种近乎于临战的安保模式。随着93阅兵临近，安保部署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阅兵本身。根据官方媒体介绍，此次的阅兵方阵包括徒步、装备和空中梯队在内，共有50个方队，受阅人数大约12000人。而据北京朝阳区一名街道办工作人员透露，仅该区就动员了20-30万人参与巡逻与安保，全市的安保人员估计超过100万人，几乎覆盖城区与郊区的每个角落。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两侧，密布军警和理着小平头的便衣人员，3步一岗，5步一哨，所有途经天安门广场的路人都需要出示身份证，接受刷卡和随身检查。在朝阳区，街道办张贴招聘启事，招募临时保安，还动员大量的退休居民加入巡逻队。巡逻重点包括立交桥、人行天桥、电线杆等敏感设施。一名太阳宫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媒体，夜间巡逻任务很具体，盯着电线杆有没有贴反动标语，发现可疑人员先拦住，马上打电话报派出所。规模空前这4个字在居民口中有了具象化的含义。有人形容自家社区平时3-5个网格员，如今突然增加到20-30人，几乎每个巷口都有人驻守。社区的微信群里更直接下达闭门谢客令，要求居民在阅兵结束前不接待任何外地亲友。这种指令被不少人形容为防疫风控的加强版。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们也收到公司明确通知，不得与乘客讨论任何政治话题，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一律视为违规。老司机李师傅对大纪元表示，他们也收到了不准和乘客闲聊的通知，并且还要留意可疑人士，举报间谍有奖励。他说，出租车里有摄像头，还有隐藏式收音麦克风。如果发现行迹可疑人士，立即按动报警按钮。这个按钮你们不知道装在哪里，公司接到报警就通过摄像头观察乘客。公司还提醒，抓到真正的间谍将有奖励。但是问题来了，你不让我和乘客聊天，我怎么知道对方可疑？这种沉默的氛围和10多年前的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出租车司机是城市八卦站，既能当向导，又能当评论员。如今，这样的公共空间对话已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防范与监控。不止北京、天津等地也传出类似的规定，从桥梁、电线杆到出租车后座，从社区封门到100万人巡逻。北京在重要政治节点的社会管理已经演变成一次次全方位的预防性风控。这不仅是对基层挑战的回应，更是一种在权力不稳时刻本能的收缩与自保，把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变成了安全监控点。就在北京当局防民如敌的操作下，民间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积聚，并以各种方式冲破高压防线。8月12号，河北廊坊的电线杆上出现了2条醒目的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马列子孙，中国人民是炎黄子孙。这一幕被拍照传到海外社交平台后，迅速引发讨论。有人称事情正在起变化，敢写敢贴，这信息量不小啊！频率越来越高，天天都有人站出来。那也有人感叹，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懂了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就完全自由了。这并不是孤立事件，仅仅5天前，8月7号，云南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门口，一名身穿白 T 恤、灰色短裤的年轻男子，双手高举写有“习近平走人”的白色横幅，现场有不少游客拍照围观。类似的个体抗议在各地时有出现。早在4月15号，X 网络平台就传出一张照片，
画面显示，四川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外高架桥上垂下了3条白底红字的大型条幅，分别写的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向中共的独裁暴政公开宣战。7月22号还爆发了江油群体抗争事件。事件的影响力至今还在持续延伸。香港作家兼时评人严纯沟说：“近日大陆社会东西南北中各种危机在深化中，官民矛盾日益激化，底层百姓生活都在绝望边缘。很显然，江油抗争事件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大陆社会动乱将规模更大，手段更暴烈，中共政权末日在望。”当前国内外对中共垮台的预期已趋于一致，问题只是时间。时间快慢取决于中共维稳力量与民间反抗力量这2种变量的消长。我们正在目睹这个过程，我们会见证那个结果。从马兴瑞的另有任用到军队的整肃，再到街头标语、看桥员和出租车的禁言令，高层权力博弈，军方派系重整，社会言论收缩，基层民怨上升，正同时在不同层面发酵。中共21大前，这些变化将叠加成压力场，涌向一场更大的变局。核心圈子的每一次人事调整，每一场政治仪式的安全部署，都在为中共21大的棋局加码。当阅兵鼓点落下，真正的高潮或许不在天安门广场上，而是在那张无形的权力桌边。谁能继续坐在核心位置，谁将悄然退场，答案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